大家好，一看我戴上了我的斗笠，就知道我又要干农活了。而且我已经迫不及待地向大家展示一下我在 Vegas 的后院难得一见的春意盎然、生机勃勃的景象了。比如说，当当当当，这个石榴树啊，大家还记不记得它冬天的时候只有枝儿，一点叶子都没有？现在它就布满了石榴花，而且变得非常的巨大，非常的茂盛。但是与它作为对比的就是当当当当。这个，这个也太可怜了，这是我的佛手柑。我今天准备整治一下它。今天要干的农活非常的多，一是要果实蔬果，有我的桃树，有这个树，还有枇杷。第二呢，就是要把这个佛手柑挖出来。之前说佛手柑，有朋友问我啥是佛手柑，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啥是佛手柑。这个就是佛手柑的果，因为它长得非常像佛的手，有没有？佛的手这个样子。所以它叫佛手柑，它非常的香。我为什么会有这个呢？我的树长成这样，我为什么会有这个呢？这就是一个非常难过的故事。在3年前，我买了2颗佛手柑，然后1颗呢种在了我家，1颗我送给了我另外一个非常喜欢种植的朋友。3年以后，他的树结了这么大的果，至少10个，然后我的树还是小扣扣一点，所以我今天非要把它整治一下。我查了一下它为什么变成了这个样子，就是我在移栽的时候呢，没有把它的那个根和土松开，在我剪了以后，它也没有死，然后呢，它也没有再往外长，因为它的这个根系禁锢在了它原本的这个盆土当中，它外边的这个土再肥沃再怎么好，它的压力是和它这个里边我移植这么直接插进去的这个土的压力是不一样的，所以呢它伸展不开。今天我就要把它挖出来，给它伸展一下，再给它埋进去。但是呢，因为它这个树的长势比较大，以免我这个树将来会长大，所以我把它准备移到另外一个地方，把另外一棵小树挪到这儿来。我今天就是要给这个佛手柑最后一次机会，我最后一次拯救它了。它要是再不服从我的管教，我就不要它了。它真的是我所有的树里边，就给它的付出的精力是最大的。其实它，你看还行哈，它没有禁锢特别多。我们把它挪到这边来，把那一颗也长得不咋样的，手指柠檬挪过来。你看这手指柠檬开了好多小花，把它挖出来。那长得也还行啊，是不是？嘿嘿。今年其实就这2棵树长得不太好，剩下都长得挺好的了。说不定换完地方以后，它们俩就都能长得很好了。今年这些果树长得好的很大原因就是我给它们施肥，厨余机，我觉得起了很大很大的作用。所以今年的所有果树，它其实比起往年有很大的质的飞跃的。差不多吧。它要是再长不开，那我真是没办法。我已经尽力了。卡哥和曼曼给我埋的堆肥桶在这儿，每一棵树前面都有一个堆肥桶，我就把我那个厨余机出来的东西埋到这儿，然后浇点水，让它自己渗过去，既不至于烧根，然后又方便又简单，我也不用每次都得挖一个坑啊给它往里埋，因为我每天都有厨余，每天都有肥料。来，我们把这个再埋进去。你看这边的土，就是明显感觉到，就是它的压力，你看和就是它本身土中间的那个土不一样。农活也算是干得越来越得心应手了。我感觉今年的这个石榴会长疯了的。我觉得你不用疏吧？必须得疏。是吗？你不疏，你都长不大，都长不甜。这么多石榴，要不石榴今年先这样吧，我们先去疏一下这个桃子吧。好多好多，这边全部都是小果子。像这种果子呢，我刚才查了一下，就必须要疏果。它桃子会长这么大吗？蟠桃会长这么大？它2个离太近的话，它就长不了太大。然后呢，离主干10厘米之内不能有果。同一颗枝子上的这3个果，这小果就把它掰掉。那就没有几个桃可以吃了。
但是你没有几个桃可以吃，你长出来的桃都是完整的、大的、漂亮的、甜的桃。你如果说不狠心把它疏了的话，长出来的就是不能吃的呀，都太小了呀。我就是还是不够狠，我觉得我疏果的这个手法呀还是不够狠。你看，像这一簇，它长在一起，其实就没有办法让它长大，所以我要把这2个狠心的揪掉，让这1个长大，要不然这3个都长不好。你看这上面全部都是果，这些小果就要都揪掉它。呀，一不小心，这么漂亮的果让我拔下来了，没关系，多了去了。今天梳之前，我还在想说会不会比较难以抉择，到底是拔掉哪些。但是其实看一看，大自然已经自然的淘汰了一些果子了，像那些小果呀、裂果呀，它自然就已经长成那个样子，我就把它撸下来就好。这个桃树啊，天，就我回来之前，富贵给我照的相啊，满树的花。可漂亮了，希望今年可以顺利的结出好吃的果子来。因为前几年呢，我施肥施的也不是很好，然后种植经验也不是很丰富，虽然现在也不是很丰富吧，全凭一腔热血，但是呢，至少今年咱这个看起来是非常的兴旺。这些果子我为啥要存起来呢？因为咱不能浪费呀，这也是咱结出来的果子，我待会儿再丢出去我的厨余机，再把它让它发酵成肥，再继续利用它。我的斐济果也开花了，然后除了这朵花以外，还有很多花骨朵。再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家经过卡哥和曼曼的努力，如此漂亮、整洁、干净、透亮、清澈的曾经的出水沟。现在如此的漂亮，有没有？卡哥走的时候就跟我们说，里边要放那个那个锭啊，那个 chlorine 还是叫什么的锭啊，然后它就越来越干净了。谢谢卡哥，谢谢曼曼，常来哟。雪橙长得也是挺茂盛的，但是它一直就没有结果。但是它今年这个叶子还是不错的，所以我打算就不动它了。枇杷上次给大家看的时候，就它那个花都是一簇一簇的嘛。然后它现在其实也等于是优胜劣汰。你看它这一个簇里边就长了几个果，它并没有说整个一簇全都是果。所以呢，我就把这些有的没的这些果就给，这都变黄了。对，你看这一颗都已经变黄了。所以我们把它周围的这些果啊，给它梳一梳果。今天还要给它们套上袋子，以免咱们的小鸟把它吃掉。去年我们的桃树其实结了不少果子呢，但是都是歪瓜裂枣的，就是因为没有套袋嘛。所以今年咱就规范化生产，松的都撸掉。你看这一簇里边能结个7、8个，是不是？7、8个这也可以了。有个40、50个吧，得有，吃2天的，得吃2天的。今年能吃到我自己种的枇杷了呀，不容易。之前几年这都是瞎搞，死了一批，牺牲了一批又一批，瞎搞，可以吧？看着。然后给大家展示一下我的金桔，这棵树它是矮化的树，虽然之前被我修的有点狠啊，但是这高处这一枝来，这造型有点特别啊，所以我打算把它剪了它有点过于突兀了。但是呢，这棵树其实是已经有很多硕果了，这些都已经黄了，其实是可以吃了。现场尝一个咱自己种的金桔，再拿一个，不用洗啥？你尝一个，我尝一个，看看这汁水，非常的足啊。然后橘子的味道稍微有点酸头，但是很好吃。后边还有好几个可以采摘的，真不错哎，丰收的喜悦。这里边还有几个还没有完全黄透，它这几个也很好啊，好吃吧？好吃，真好吃假好吃，是不是不是很酸？它就是有一个皮那儿有一点酸头，然后皮外边其实是甜的。啊，咱家柠檬今年长得也特好，已经有一些小果子了，但是我就不打算修剪它了。最重要的是要给大家看看这个上次卡哥和曼曼来
我们买的这棵桑葚，来的时候只有2根杆儿，大家记不记得？然后它上面有果子了，你看这小黑果子，桑葚啊，我自己要种出桑葚吃了哟。所以我今天准备给它再加一加肥。黑色的其实是已经熟了的吧，这颗是目前看着比较大的，虽然它还，它一碰就掉了，所以我觉得别再蔬果了。这不蔬果了，这没得可蔬了。我准备尝尝这个，尝一尝啊，超级甜。是吧？你看我的手都被染红了，我给你摘一颗，超级甜，真的超级甜，没有一点酸味儿。那你再等等吧，好像也就只有那一颗，好像只有那一颗还，这些都还不太好。再摘一个，这个也超级甜，它虽然小，但它超级甜。我给你摘一颗，你尝尝，你尝尝，我不尝，你尝尝，你尝尝。我不洗不行，我要洗，你别给我了。你洗啥呀？好吃，甜呀。它真的很甜，别看它小，它今年因为是第1年嘛，所以它果子还算比较小。就我们可以不用等它长得很大，我们待会儿再给它施肥。最让我头疼，每年最让我头疼的就是这个。这也结果了。哪儿呢？上面有。上面有小果子了。它冬天也是只有杆儿，但是它一到春天，它就会发很多这种叫什么呀？侧枝，我就得把它剪掉。每年都会长很多，我要是不及时修剪呢，它过到夏天它就变成木化了，它就变成木质的了。其实我这棵无花果啊，它就是已经是2根了，就是因为之前有1根我没有及时修剪，所以它木化了，成2根了。就它成木头了以后呢，我就不好剪了，因为它就太难剪了。你说这个无花果到底应该要怎么修剪呀？每年这么费劲儿，但它每年它的确也是结果最旺盛。这样就清爽多了，有没有？你看这薄荷长成这样了，整个一片了。它原来就是一小抠，然后它把我的花儿，这本来这有一簇这个黄一点的叶子，它这个花儿整个给挡死了。这整个一片全是薄荷，气不气人？现在我们该梳的果儿、该剪的枝儿剪完了，我们要开始给它套袋子。这个事情对我来说也是一个挑战，因为我从来没有给果实套过袋子，但是这个是必须的。其实柑橘类的它不需要套袋子，就像金桔啊，还有我们之前种的柠檬都不需要套袋子。主要需要套袋子的就是枇杷和桃子，桑葚也不用套，桑葚就那点嘿，咱这薄荷都长到这儿来了。都长成入侵物种了，真可怕。原来就这么一小颗。对，原来买回来的时候1.99块就这么一小颗，买回来呢就是为了给富贵做莫希托，结果莫希托没做成，它成入侵物种了。套的这个袋子呢是2种，一种呢是曼曼上次带来的这种大袋子，另外一种呢是珍珍姐姐给我的这种比较精致的布袋子。我觉得桃呢，我就打算用这个来套，然后像一簇一簇的，枇杷我就用大袋来套。这2颗给它套起来，让它们 share 一个袋儿。呀，真漂亮！我觉得咱其实也可以不用说每一个都套吧，咱套一些。哦，这还有大的，这里边也有大的，3个的，我还是给它套个大袋儿吧。这样它的这个生存空间就会大一些。我反正就囫囵吞枣，就整个有几个那种一串的，我就都给套上了，像不像咱拉山水蜜桃的那种感觉啊？那桃子果子太多了，像这个布的袋儿，珍珍姐给我布袋儿已经用完了，所以我准备就是再套点这个纸袋儿，就这样还有好多没套上的呢。啊？我觉得这个纸袋好像不行哎。为啥？这个上面写是大白柚专用，它是专用。大白柚专用袋儿？哦，对呀。
没关系，我们可以再套一个，然后呢就是做实验，看看这个大白釉能不能用在这个桃上面。就是咱这棵树呢，有这种布的、透气透光的，有纸的，然后有没套的，看看今年它的丰收的时候到底是哪种比较好。咱主打一个实验精神。你看看，你也看看，你也看看，这是有点专业的感觉了哦。还是有很多小果没有包住。实在是包不住了，因为咱果子太多了。咱们这个枇杷这不是有几簇吗？那我们就可以就是分簇来，就是有的包起来，有的不包。这边有一根铁丝，就你把它弄上以后，这个铁丝一绕，这种袋子应该第2年就不能再用了，因为我觉得它已经有的破，烂的烂了。那种布的，第2年还是可以再用的。就先这样吧，我觉得。是不是？咱剩下就是看看它，长得怎么样了。真好吃这金桔，没等进去就被我吃完了。然后接下来呢，我们要播种，我到后边的菜床给它播个种。咱这菜床我打算，分区域，一边种去年长势非常好的黄瓜，然后一边种苦瓜。苦瓜去年是有点可惜，因为我们夏天播种完了以后就去台湾了嘛，去旅行了。但是今天我们就把苦瓜种下去，还有再来一小点油麦菜。苦瓜我有6个籽儿，有4个是白玉苦瓜，有2个是绿苦瓜，希望今年能种出白玉苦瓜来。这边水好像不太够哦。没关系，我可以每天手动浇水。我们家菜盆啊，这个土已经养了1个冬天了，休耕，跟大家学的这个要休耕，所以1个冬天都没有种东西，只往里放肥了，放我的那些厨余机出来的肥了，所以应该会比较好种。今年我觉得啦。我们现在把今天疏的所有的果放到我的这个厨余机里边啊，这个小的厨余机现在里边我看一眼，正在这打我之前鸡蛋皮，我昨天往里放了好多鸡蛋皮，它还没有打完，然后我把剩下的这些今天疏的果，这些果子还有叶子呀乱七八糟倒进去一块儿给它整了。主打一个来我家就得不停干活。它就停不了，但是呢，我这厨余机用下来啊，我觉得除了他说的那些什么大骨头啊，还有贝壳不要往里放以外，杂草我之前秉着资本主义思想，就是他来了我家我啥都往里放的思想，就我们家不是有那么多杂草嘛，那根儿特长，放在里边其实是不太好，它不太容易搅碎。就除了这个这种长根须的东西，还有比如说玉米须须类的东西以外，其他东西我都往里放，像我备菜的那些什么菜叶子、果皮啊这些我都往里放。因为今天疏下来的这些果啊，它那个里边的核，像那个桃核还没有形成特别坚硬，所以丢里边完全没有问题。我这俩机器就是混合双打，这个弄完了那个弄，那个弄完了这个弄，反正就是混合双打。我们家就有源源不断的肥料。你看这个呀，这个大的里边现在就是它的这个形式就不只是土的形式，还有一些一丝一丝的东西。就是我前几天我往里放的什么东西来着？它是有这个纤维比较粗的，它打完了就是个这个形态。就你往里放什么东西，它出来的形态不一样，基本上都是土的形态。但是你如果纤维比较多的话，它出来就是这种。然后像我有一次我买了一袋那个橙子，然后在家打汁儿，这不就有好多橙子皮嘛？然后我就整个一袋的橙子皮都丢进去，弄的时候就它整个的这个味道就是柑橘的香味儿，就还蛮有趣的。我的这厨余机真的是给我省了好多钱，省了很多买有机肥的钱。非常非常的喜欢，然后这俩我轮番着用，其实一个就够了，但是我这不正好就是因为喜欢种植嘛，就弄了俩。你看这个就是很细腻的土的
感觉，它里面是有肥力的，它把所有的厨余啊，这些备菜用的这些东西就都变成了肥料。剩下这点就这个丢掉，这个像这种有根须的这些东西就不要放在里边了啊。来，我们现在去施肥。我的这些果树基本上每一个前面都有一个单独的肥料桶，只有这个今年新来的这个桑树它没有单独的肥料桶，所以我们把这些今天拿出来的肥料呢，我们给它埋到它这个土里边，埋到它这个旁边就行。这样让它明年的这个果就长得大一点。家里就是源源不断的肥料，每天都有，不浪费。这里边我也可以把它放进去，然后待会儿可以给这些浇水，就往里撒点水，然后让它就是这些肥力慢慢的从里边这个溶解到这个土地里。卡哥和曼曼帮我弄的这个堆肥桶真的是非常方便，我就每次就不用再挖坑了。咱家这小院儿也跟着大家一起建议啊、经验分享啊，也是的确是升级了不少。原来那个石头都是堆在这个树干旁边嘛，大家就说呀，这树干不能这样，不能有石头。然后咱家这后院就随着大家一起，算是成长升级了这么些年。感谢大家，今年要是能吃上好吃的果子的话，这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从一个只有热情的种植小白，终于能吃上咱自己种的种植大户，成为种植大户了。要是今年咱黄瓜要是能量产的话，咱去那个 Farmers Market， 咱卖黄瓜5块钱一根。我跟你讲啊，就你这几个袋啊，在美国就剩了99%的人了。这倒是，就我光这几个袋儿，感谢曼曼和珍珍姐姐，让我一举成为拉斯维加斯种植人第一。我突然想到，我上次去看病的时候，看那个约体检，在我们的那个家庭医生那儿，然后有个姐姐，咱们的观众说你就是那个在维加斯种出黄瓜来那个。我说是，就是我。然后她回头对她老公说，你看你就没种出来。我当时想，我今天要是咱们这个花园种植大户，就是今年有好的丰收的话，那位姐姐可爱的观众会不会老公又躺枪又被骂一顿？那卡哥当时帮我埋这几个桶的时候，那个桶上都是戳了洞的，所以呢，里面不管是肥料啊，还是我一些就是原来没有厨余机的时候放进去的厨余，它会慢慢的在里面分解、发酵，然后散播到这个土里。石榴的这个堆肥桶都已经埋在石榴底下了。那有了这个堆肥机，好处就是它这个堆肥桶里边也不臭，也不招虫，也没味儿，我觉得特好。要不然就是我原来没有那个，就是纯是把厨余倒进去的时候，一打开里边还各种生物。佛手柑，你加油啊！今天这农活主要就是为你干的。给大家看看我们家的英雄植物吧，就是这一棵。看不出来是什么的植物，其实它是一棵仙人掌，但是它被好多的花掩埋了。为什么说它是英雄植物呢？因为我买回来的时候，我是在洛杉矶买的，1块钱1.99块，就这么小。然后现在这么多年以后，它和我们家另外一个仙人球是唯二2个从洛杉矶带来的植物还活着的，而且每年开很多的花。超级漂亮，它的花超级妖艳的感觉，虽然颜色是白色的，但是它很香，很漂亮。而且它其实搬来 Vegas 以后，被 Vegas 的太阳晒伤了，它这边是整个是晒掉一半哦，一半都没有了，但是它依旧很坚挺，爆了很多的小崽，开很多的花。我的吉利花、麒麟花啦，
也长大了，长大不少。麒麟花还是很适合 Vegas 养的哈。宝宝，是谁家的小狗狗这么可爱呀？是谁家的小狗狗这么帅气呀？这么会撒娇啊？蓝精灵，哎呀，蓝精灵，你这在那扭啊扭啊扭，扭啊扭啊扭。柠檬这个东西，它为什么超市里一年四季都有呢？它是品种收获不一样嘛。上次我们家柠檬树收获还是慢慢来的时候，当时摘的嘛。然后现在就上面就没有大果，全部都是小果。上次收的时候是慢慢来的时候收的。对啊，秋冬啊。那是冬天了呀，那都已经是。没有，其实你秋天也可以收，但咱们只不过是留到了留到了那所以柠檬一年就一季，那为啥超市里边柠檬一年四季都有呢？你看我们现在开始务农了以后，就开始思考这个organic， 然后这个是不是应季水果这个问题了，原来不会去思考这个事情。放的吗？不是吧？是。它怎么才能放那么久呢？那西瓜一年四季还都有呢。但是你那西瓜，你冬天时候就不好吃，你买的都不好吃啊。所以你看，现在咱买那个橙子，cara 啊 cara 那个橙子就有水分，就不好吃。里边跟吃柚子似的，就是。干柚子一样，对，有的时候那 cara 就加州的一种橙子特别好吃，就好像某一个季节是特别好吃，就前几天买的就不好吃，就特别干，就根本没有水分。那橙子买来就是为了给我堆肥用的。榨汁都榨不出来。榨汁所以你知道现在有了那个堆肥机以后，就啥不好吃的我都堆肥，就也不会觉得浪费。原来买个不好吃的玩意儿，我还觉得我靠真浪费，现在也不觉得浪费了。石榴就是咱这几年都不好吃，是真的。希望今年能出来甜的石榴吧。它跟雨水有关系。雨水吗？就是比如说今年雨水大，我手动给它浇点水，不也就雨水大了吗？不一样，天然的雨水跟你手动浇水。呵，蓝精灵，你这要干啥呀？你这么热情，你把壮挤走了。所以今年雨水是多的。今年雨水多。因为我看那个，就是新闻上说那个死亡谷。死亡谷以前不都是没有花吗？今年开花了。今年有雨水，就整片都是那个花啊。死亡谷里的花，就是说雨水大，所以的花多。挺好。所以今年雨水多。挺好，咱这荒漠里的果园也慢慢的被咱整的像那么点样子了，还是挺欣慰的。毕竟咱是一点技巧都没有，一点理论基础和实践技巧都没有的。咱家这个院儿啊，就到冬天的时候真荒啊，好像那个柑橘类的冬天还行，有点叶子，像无花果、桃，还有那个石榴、柠檬，啥都没有。柠檬冬天是不是叶子也一直有啊？柠檬有，柠檬一直有。像咱们那边都是柑橘嘛，柠檬、金桔，还有永远不出果的雪橙。对。但那些冬天都至少是绿的呀，不像无花果，还有这个桃，还有那个石榴，全是汁儿。所以今天我迫不及待给大家展示一下这有可能稍纵即逝的繁荣景象。我好期待我们的桃啊，桃和枇杷，好期待。咱们桃特别好吃。是吧？咱们去年吃了一个小的，虽然不大，但是特别甜。但是咱去年摘的基本上就是一半都是被鸟叼了，咱都是特可怜，吃鸟剩下的那一半尝尝味儿。你们两个辛苦了，给你们两个奖励小零食。需要厨艺机的朋友，我把链接放在评论区了，我有全网最低折扣码。已经买了的朋友呢，如果有使用上的问题，也可以随时来问我。真的是非常好用，推荐给大家。好吧，今天就到这吧，姨姨们再见。你咋还偷舌吻我呢？大家好，距离我把这个佛手柑从那边移到这边松了下土已经2个礼拜了，它竟然一点变化都没有。
是我太心急了吗？还是我真的已经没有其他办法来拯救它了？我现在就差用玄学了。我这几天每天坐在这儿和它聊天，因为我那天看说植物是能听得懂我们说话的，所以我每天是鼓励式教育，你最棒，你最厉害，你长得最棒，你一定会挺过来的。大家还有什么更好的方法经验传授给我吗？它现在这个姜苗还有没有救呢？谢谢大家。